能追本尊到这里，也只有你们江家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五曜心经。提起五曜心经，昨夜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小娃娃，你是不是叫江清流？你是谁？我姓大，叫大好人。你练过武功？当然，我爷爷说我学的可好了。你根骨不错，可是你练的一点都不好。你胡说！你看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重要的是流畅和连贯。你试着在第3招气沉左腿，在第4招腰随气动之后，便可踢出2脚。心走风鸣，意沉脊息，气沉丹田，如心如玉，如影随形，声东击西，斗转星移，飞沙走石，断石狼烟，日贯长虹，止戈为舞，刚柔并济，蜻蜓点水，气行周天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行，来来。来了，来看看，顺便告个别。哟，这里怎么还有一颗长生龙？反正你每次都要喂我3颗，等你走了我就吐1颗。这会儿你又来喂我，无非就是多睡一会儿。这么多年，清不清醒也不重要。来，张嘴。趁你现在还清醒，赶紧把五曜心经最后4句秘诀告诉我。这东西是真不好吃，要不你也尝尝？秘诀嘛，这么多年我已经告诉你前4句，这后4句看你表现，看我心情。也许再等个10年8年吧。少爷，要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要今天告诉你啊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再过1个时辰，我就要将5行龙印传给江清流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将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江湖上除魔卫道的事情，老朽可就管不了了。我和你之间也就再无关系。但有一件事情，我今天必须办。清流这个孩子武功虽然很高，但为人太过善良，
江湖阅历也太浅了。而你呢，生性残暴，诡计多端，一旦逃出升天，将会是清流最大的隐患。我是他的爷爷，这件事情我必须现在就帮他解决掉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你把《五曜心经》最后4句秘诀告诉我，我把它传给清流。你的武功绝学也算是有传承，我给你留全尸；要么我就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让你和你的《五曜心经》从此在江湖上消失，江湖上再也无人知晓。对，还有件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老了，头发也都白了，可你却没有变。这长生不老之术，老夫也想知晓。长生丸啊，你也试试长生丸啊！少废话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知不知道他们如此信任的武林盟主江隐天，竟是如此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？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吗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杀你都不用武功。江隐天，你堂堂武林盟主，打着匡扶正义的名号，把本尊关在这蛇鼠之地，其实不过是为了这本经书。以你江家现在在武林上的地位，这件事传出去，你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传出去？谁传出去？你还是我？别忘了，你是江湖上第1号杀人魔头，你甚至背信弃义地杀死了自己的师父，还是血洗了寒阴谷的叛徒。我也请邪，你的话会有人信吗？江湖上的人不知道的事还多呢。不知道江家那个小娃娃即将上任的武林盟主，他要是知道他爹江少桑不是我杀的，你这个当爷爷的还……谁都知道，是你杀了江清流的亲爹，也就是我的独子江少桑。谁？什么人？清流，爷爷，你怎么到地牢来了？奶奶已经到了，让您过去主持接人大典。方才发现您不在，四处寻找，才发现您在这儿。刚才我们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啊，爷爷，虽然刚刚看见门外碎石飞起，好奇心驱使，才下来看看。你来的正好，认识一下。这位就是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第1魔头，火野锦行。他不但欺师灭祖、血洗同门，而且以天下武林正道为敌。今天是你继任盟主的日子，爷爷要你亲手杀掉他。一来，在天下英雄面前立威；二来，就算是给天下英雄一个见面礼吧。除魔卫道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别忘了，你的父亲就是死于繁心掌，你杀他，也算是替父报仇。真的是你杀了我爹？你刚刚是听到了？老爷，老爷，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火野锦行是你江清流的杀父仇人，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。
大好人。一派胡言！从小开始，我练的就是我们江家的9分剑法和残象神功。你教的那些，只不过是糊弄人的小把戏罢了。残象神功，那才是骗小孩的玩意儿。你爷爷也只不过练到第8层，若不是我从小点拨你修炼心法，你以为你会比你爷爷强吗？我承认，你是教会我不少东西，所以我才没有在得知是你杀了我父亲之后，就立马回来取你性命。今天你就给我一个痛快话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爹？你问我，你爹是不是我杀的？对。小娃娃长大喽。你说什么？你当时没有杀我，并不是念什么师徒之情，而是你并不完全相信你爷爷的话，对吗？这是。请问姑娘如何称呼？是何门何派？继任大典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？我叫什么用不着你们管，我无门无派，今天来就是来砸场子。啊！他是何人？什么人？你这婆娘，个子不高，胆子不小。今天是武林盟主的继任大典，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话！你知道在座的都是谁吗？哼，我管你在座的猫三狗四，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。当然，也包括你。找死！武林中武功最高者方能成为武林盟主。我是来挑战的，比武还是比酒，你们挑。哼。难道我爹真不是你杀的？我真的没有杀你爹，不过我也真的不知道是谁杀了他。当年在雁荡山，本尊身中暗器，晕厥之前算起来活着的一共有5个人，醒来之后本尊就在这儿，活着的就只剩我跟你爷爷了。我说我没有杀你爹，信不信由你。少庄主，有一名异域女子来大殿上捣乱，说要挑战武林盟主，现在正在跟梅公子过招。老爷怕有什么意外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好，你回去告诉你。是，我这就到。等会儿我再回来问你。等等，江清流，刚才你提剑之时，明显剑气不足，这若是一时怒火攻心也就罢了，如若不是，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。走火入魔？我练的可是残象神功，乃是正派心法，就算练不好，也不至于上身。总之，无论等一下那异域女子武功如何，你都不可弃过中庭，否则必定走火入魔。当然了，办法不是没有。你会回来的。比武就比武，玩暗器有点太不入流了吧？是啊，他有铁扇做明器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用牛毛金针做暗器呢？那好，姑娘，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，那咱俩就光明正大的比试一番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看来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不过我可是已经打了2场了，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妖女，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怎么不喊累啊？那这样，我让你3招，
只守不攻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变，这就是9分剑法。 9分剑法不错，但是这9把剑影，真不行吗？放心。嘿。 动手！是。将军的9分剑法果然出神入化，对付区区一个妖女不在话下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你呀，连这筋骨皮都练不好，更看不出这一口气的差距。哎，要不是我救的你，你这口气差点就没了。哼！怎么，发现自己和江兄差距太大，灰心了？不是，江兄这剑招虽高，可是剑气。刚才赌约那一招，明明可以赢过这妖女，这才是残象神符的第5层啊！将军小心，此人故意拖延时间，可能有诈。清流，速速斩杀妖女！各大掌门，请随老夫去地牢。好。江兄，你没事吧？扶我去地牢，走。好，走。也是一帮无名尸首，看不出门派，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。11年来，伯爷景行都是关在江家的地牢，这武林都知道。有人觊觎也很正常，但是为什么会是在今天来劫狱把伯爷景行救走呢？不管是劫还是救，伯爷景行没有跟他们走，只是杀了他们自己跑了。爷爷，伯爷景行跑了。清流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有。刚才跟那妖女打斗之时，背枪使出燃焰，结果……张清流，刚才你提剑之时，明显剑气不足。
如若无实，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。走火入魔，我练的残象神功可是正派心法，就算练不好，也不至于伤身。结果一时大意，让他给跑了。对，那妖女施法奇怪，突然向我袭来，江兄是为了救我，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。各位掌门，你们先回聚贤厅等我一下，老朽要去送送孙儿。气血瘀滞，内气骚动，已然。不用。这样吧，爷，武林各派都还在，我去安抚安抚。好的，爷爷。伤心姑娘，你给清流先开个方子，让他好好调养调养。清流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没事，只是受了些许轻微内伤，调理下内力就好。婉禅啊，你带伤心姑娘去药膳房，学学她的方子。万一伤姑娘有事走了，你可以给清流煎药了。是，伤心姑娘，随我来吧。走吧，去聚贤厅。清流，我是婉禅。清流，清流，婉禅，你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多汗？我刚刚出去散步了，所以出了些汗。我还以为你在书房，我刚想推门进去，丫鬟们说你饿了，我就给你准备了点心，我给你拿进去吧。刚好饿了。对了，婉禅，我今天晚上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会忙到很晚，这个我留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今晚会不会放睡啊？婉禅，你也知道，今天庄里出了很多事情，我还需要连夜处理一下他们，估计会忙到很晚，所以，我今天就打算在书房睡了。你呀，赶快回去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好。不夜景行，不夜景行，
你回来了。伯爷请行，你竟然是个女人。是就是呗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洗澡水不是我要的，是侍奉你那个小娃娃自己送进来的。你放心，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。伯爷请行竟然是个女人，这么多年竟然没人发现。告诉我，你真的是伯爷景行？本尊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洗干净了还是伯爷景行。夫人，这是您最爱吃的青菜，对身体好，您多吃点。清流怎么还没来啊？回老夫人，少爷身体有些不适，就让你们先吃，不必等他了。清流又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少爷说身体有些乏困，不想走动。晚饭已经嘱咐厨房直接送到少爷房间里了。上仙姑娘开的方子，按时给少爷煎服了吗？回老爷，少夫人每天都按时叮嘱厨房煎药，送去给少爷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少爷今日有些古怪。有何古怪？就是今日少爷忽然食欲极好，也是忽然极好，一日三餐全部吃完之外，还要备些茶点吃。能吃是好事。婉婵，一会儿你去看看清流，为人妇要知冷暖，多说说体己话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少爷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。是老爷。哎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，如今孙儿的身体又成了这样，这是要让我们江家绝后啊！算了，吃饭。这么多好吃的都没有合你胃口的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功疗伤？这么着急啊？我还以为凭江盟主的功底，至少还能挺个一日半日的。少给我废话！我看你是开始怀念你的地牢生活了，是吧？不想。拿来吧。你还要什么？我说，你有谱没谱啊？哼。轻声浊降，气归脐下，会阴上提，气升于底，呼气顺畅，气沉丹田，调整内息。如今我已将你体内3分功力传入到我的体内，按照你现在的承受能力，应该安息调养，待3日之后，我再取你2分功力。好。谁？少爷，是崔雪。何事？前边传话说是老爷在书房找你有事商量。退下吧。
是。爷爷，你有事找我？爷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爷爷是担心，想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。爷爷放心，孙儿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伤心姑娘开的方子，都按时服用了吗？都按时服用了。那就好好休息，养好伤，尽快恢复功力。现在你已经是武林盟主了，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。好。对了，爷爷，有件事想问您一下。啊，说吧。伯爷景行确定是个男的吗？不是男的，还是女的吗？对了，金风雾传来消息，说阴阳道已经动手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在他之前抓到伯爷景行，这样你的武林盟主地位就坚不可摧。好，赶紧去养伤吧。那孙儿先退下了。
爷爷，伯爷景行就在里面。你来开。好，爷爷。爷爷请。伯爷景行，别来无恙啊！爷爷，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遵守承诺，把太子的消息告诉我？当然，太子现在他就藏在……骗我！爷爷，您出尔反尔。是你使诈在先，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不过真的伯爷景行，我也给你带过来了。只要你告诉我太子的消息，我就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，你舍不得伯爷景行那个妖女。你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武林正义，可实际上，你也是自私的。我们之间的区别，就是50步和100步而已。我跟您不一样，起码我不会出尔反尔。伯爷景行，没想到吧？最终你还是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更想不到的是清流亲手把你送上门的。江清流，亏我对你百般维护，你居然把我当作交换条件卖给了江隐天。你连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利用，我们之间早已没有情谊。江隐天，今天我并非输给了你，而是输给了我最信任的人。我无话可说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您带到了，太子的消息，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了？清流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的。虽然伯爷景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可太子也是一块肥肉。爷爷想鱼和熊掌兼得之。哼，这世间论起卑鄙无耻4个字，还真是非你江隐天莫属啊。还有什么话留到陈璧山庄的地牢里说吧。哦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哦。
我也景行，你今天就算长了翅膀，也休想飞出这片竹林。现在能说服江隐天的就只有我了。那我也不能为了救太子，把你的性命给搭上去吧？我身上有江隐天没有得到的无药心经，他现在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现在最难的是，如何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反目成仇了。所以，必要的时候，一定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逼问太子的下落，哪怕是要对我痛下杀手。江家老儿，你孙儿要取本尊性命，看来无药心经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为秘密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爷爷，只要我杀了他，我们江家就能重新拿回武林盟主之位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伯爷景行，现在还不能死。爷爷是为了无药心经吗？你只要按我的吩咐行事，不需多问。你要我不杀他也行，但必须拿太子的下落来换。你太幼稚了！今天就算你杀了伯爷景行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。把剑放下，将他押回地牢。就算我得不到太子的下落，对我也并没有什么损失。可只要我杀了他，我江清流就可以重新夺回武林盟主之位。爷爷，当我揭发你的罪行，号召全天下英雄来对抗你的时候，你身败名裂，你说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吗？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江清流，真的要背叛你的爷爷了？爷爷，这都是从您这儿言传身教得来的。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太子的下落是吗？那好。江清流，清流，是你逼爷爷出手的。这么多年，爷爷为了江家，什么事都干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无药心经。爹，比起五药心经，伯爷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见得人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甚至做了朝廷的鹰犬。可我问心无愧，爷爷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得到的是你的背叛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步一步地把你培养成了武林盟主，可你呢？你却和伯爷景行搞在了一起，狼狈为奸。你对得起江家吗？爷爷没得选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，你就是你爹送给我的报应。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相是从活人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是我给你上的人生最后一课。明天天亮，就又会回到11年前那样，
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，英勇赴死，而我，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残酷吧？这就是现实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五曜心经和残笑神功都传给你的儿子江梅魂，他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撼动陈璧山庄的地位。老贼，想要我替你背黑锅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我们老账、新账一起算。11年了，你的剑法倒未曾搁下。若不是本尊身体有异，定能与你酣畅淋漓的大战一番。小姐，姐姐，废话少说。这都走了1夜了，我男神现在身体状况这么虚弱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要我说，咱们是不是操心过度了？人家小两口小别胜新婚，这交情了，说不定又还起了个拐个傻事啊！功能疗效，咱们还是各找各爽吧。
哦，男神，喝一点吧，啊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姐，顾神医，你是不是把他扎傻了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对胭脂露都没有反应了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我能救得了他的命，但我医不好他的心。顾神医，你就别绕弯子了。我男神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如果连他自己都没有活下去的意志，别说1个月，连1天都撑不下去。那，哎，顾神医，神医。来我们这儿的一般有2种人，一种是想杀人，一种是想被人杀。我找人。找人不用这样吧？我找伯爷景行。我们做杀手的，为的是杀人赚钱，不想那么早死。再说，找他你应该去问金风雾啊。现在后悔把别人灭门了吧？引诱到教主夫人。11年前，伯爷景行灭我师门，杀我父亲，我是为了报仇才委身于阴阳道的。只要能杀伯爷景行，莫说是灭了金风雾，就连你离恨天，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。我知道，江清流离开陈碧山庄之后来过你这儿，现在你只要告诉我，他们的藏身之地在哪里？可以，1000两。我没钱。可是我们只认钱。不过，偶尔也认人呢。顾神医，哎，顾神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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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个苦莲子可真够狠心的。啊，我们有点想的办法才行。男神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再一杯。哎，顾神医啊，平日里男神最听你的话，你再去劝劝他吧。我不去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谁的话都不听，还是让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吧。我认识我男神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。前几次死里逃生也好好的嘛，你看这一次，哎，你说江清流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难道江清流学了陈世美，脚踩2只船？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渣了，没想到这个江清流比我还要渣，这让我怎么在江湖上混？不行，我必须替广大妇女称凶除恶。
一息难行，天旋地转回龙域，到此踌躇。臣给太子殿下请安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岁。南宫大人来的正好，我听闻南宫大人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来品鉴一下。南宫大人以为白居易的诗如何？此诗旨在谱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。感天动地，可歌可泣，不失为一首上佳之作。在南宫大人眼中，这不过是一首简单的爱情诗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是在写杨贵妃蛊惑皇上，祸国殃民，导致外敌入侵，最后不得不以死谢罪，平息众怒，才让大唐起死回生。臣以为太子殿下是想与臣探讨诗句，没想殿下却要评判历史。世中海始间，历史自有评判。要说这安史之乱，的确是由杨贵妃所引起。倘若她能与那安禄山联合，那这大唐的江山如今在谁手上，还说不准呢。那南宫大人是想学做杨贵妃，还是安禄山？我谁都不想做，此二人选的都是下下之策，而我今日前来，恰恰是想与太子殿下谈一谈合作的上上之策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哎呀，殿下此言让人费解啊！想想如今皇上年弱体衰，性命堪忧，而你身为一个堂堂的当朝太子，却被关在如此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能逃出升天。这江山，我唾手可得，何须再打什么如意算盘呢？那你还跟我谈合作，不直接杀了我？殿下呀，想我为官多年，半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朝廷，怎会容他轻易落入外人之手？殿下，您只要听我的，我仍然可以保你做那95之尊之位。等你传位于我，我保你一生在宫中做一个富贵诗人。让我认贼作父，做梦！江山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在你们这些奸佞之人的手上。哎呀，殿下呀，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诚意呀！来人呐！属下在。给殿下再多拿一些书来。殿下恐怕要在这儿多住上些时日了。是。